今天我们要把时间轴拉开50年，一边是1970年代诞生，连 Michael Jackson 专辑都是用它录制的老牌舒尔 SM7B， 另外一边是近年来横空出世，搭载无线3模的闪客 PD200W， 一个是播客界的老大哥，一个是100元价位的科技狠活，究竟是经典流芳还是年轻逆袭？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因为今天这期视频不只是2只麦克风谁声音更好听那么简单，我觉得它更像是2种完全不同的创作逻辑在今天正面撞上。 SM7B 代表的是传统专业录音体系，声音、口碑、历史地位全都很硬。 PD200W 代表的则是现在内容创作者更在意的东西，轻一点，快一点，少折腾一点，最好电脑能用，手机能用，出门也能用，录音播客能用，直播也能用。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在选桌面麦克风，那今天这期内容我觉得你真的可以认真看完。先说 SM7B 为什么它这么多年一直都有人买，直到今天它还是很多人心里那只终极播客麦。很简单，它那个声音太成熟了，你一开口它不会给你那种特别锐、特别冲、特别数字味的感觉，它是厚的，是稳的，是有密度的。尤其是你录口播、录旁白、录播客，或者你本身声音条件还不错，它很容易把那种像节目的感觉给你立起来。很多人喜欢它，其实喜欢的不是参数，而是它那种一张嘴就显得更专业的氛围感。但 SM7B 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它不是一只买回去插上就能爽用的麦克风，它是经典的传统 XLR 逻辑。你买完麦克风还得考虑声卡，考虑增益，考虑你这台设备到底能不能推得动。很多新手第一次上 SM7B 会发现声音怎么这么小，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神，然后继续花钱补前级，补各种线材。也就是说，它的门槛从来都不只是价格，而是整套系统成本都不低。它很专业，但它也确实没有那么照顾今天这种想尽快开始创作的人。再看 PD200W， 这支麦克风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根本不是按老路子在跟 SM7B 相比，它不是说我单纯要在传统录音逻辑里狠狠地干赢你，它是直接换了一套游戏规则， XLR、USB-C、2.4G 无线3种连接方式直接全给你。你可以在桌面上接电脑录，可以接手机录，甚至你想边走边录，它也能让你直接开始。这个思路其实特别像现在的内容创作生态，不是所有人都有一个固定的棚，不是所有人都愿意为了录一条视频桌上永远摆一套重设备。而且它不只是连接方式多，它还把很多以前得靠外部设备或者后期解决的问题直接往前提了一步。比如它有自己的软件调节，有 EQ 预设，有压缩和限制器，有3档降噪，有监听，有无线接收器，有续航。你会发现它想做的不只是一支声音工具，它更像是在做一个给创作者减负的整体方案。你今天要录口播，明天要接手机拍短视频，后天又想试一下桌面播客，它都尽量让你少动脑子，少换设备。那实际听感呢？我觉得这才是关键的。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BRBD's channel.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是想和各位聊聊舒尔 SM7B 和闪客的 PD200W 该怎么选。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BRBD's channel.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BRBD 的频道。今天这期视频是想和大家聊聊舒尔的 SM7B 和闪客的 PD200W 到底该怎么选。SM7B 的优势还是那个老牌广播麦该有的沉稳，它的人声更厚一点，更圆一点，也更有那种成熟播客、电台节目、专业旁白的气质。如果你追求的是我这一开口观众就觉得这声音很贵，那 SM7B 到今天依然是非常强的存在。但 PD200W 真正让我觉得值得聊的地方是它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种100元产品一开口就露怯的感觉，相反它做的挺完整，靠近说话的时候人声是有厚度的，也有广播感，而且因为它有自己的软件和降噪逻辑，
所以很多真实创作环境里，它反而更容易快速出结果。尤其对于没做过太多音频系统搭建的新手来说，它那种别想太多，先录起来的感觉真的很有吸引力。比如你在一个没有特别做吸音的普通房间里拍视频， SM7B 当然也录得很好，但前提是你整套设备得配对，增益得合理，环境不能太糟。PD200W 则更像是你今天临时想拍一条视频，坐下接上调一下，差不多就能进的状态。再比如你想用手机做一些更轻量的表达，或者你偶尔想换一下录制位置，不想被线拴在桌子上，这时候 PD200W 那套无线逻辑体验上真的是另外一个维度。当然它也不是没有代价， PD200W 的问题就在于它功能很多，场景很多，但它终究不是那种特别纯粹特别极致的传统广播麦思路。它的高频延展，声音上线，整体那种老前锋的稳定感还是和 SM7B 有区别。还有一些细节，比如它的静音键，不同模式下的功能完整度，这些地方你还是能感受到的。它是一个更偏新世代内容创作工具的产品，而不是一个老派录音棚的信仰型产品。所以这两只麦克风我最不想聊成一个简单粗暴的谁秒谁，因为真不是这样，他们更像是两个时代给出了两个不同的答案。所以归根结底，选麦克风这件事儿从来不是谁更传奇，而是谁更适合你现在的创作方式。经典不一定永远适合今天，新东西也不一定只是噱头，关键是你到底想要一支专业系统里的核心麦克风，还是一支今天拿起来就能直接干活的创作工具。 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依旧，如果你有什么不懂不会或者更有意思的玩法，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见。